朋友们，魔幻现实主义这玩意儿，有时候你觉得它在天上，其实它就发生在你家楼下菜市场，或者更具体点，发生在横店的某个剧组里。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内娱出了一件特别离谱，但又特别符合商业逻辑的事儿。有个叫谭健次的演员进组拍一部叫《何不同舟渡》的古装剧。按理说，演员进组开机拜神，发个通稿，这事儿就算齐活了。但谭健次这边画风突变成了玄幻大片。开拍第一天凌晨6点，天还没亮透呢，5000多万人挤在一个直播间，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他演的那个叫谢雀山的角色是如何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镜头前那个角色的。5000万人，这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整个芬兰的人口搬着小板凳集体围观一个人化妆。这事儿放哪个商学院的案例库里都得被教授标红加粗，旁边批注俩字见鬼。你说这谁能睡得着？反正资本是睡不着了。这股邪火，或者说这股数据洪流来得非常不讲道理。角色官宣才3天，全平台正经物料加起来不到1分半钟，结果呢，粉丝的二创已经把互联网给淹了。什么泛制剪辑、手绘神图、模仿视频，甚至连拼豆图纸都给你安排上了。这帮粉丝的执行力比很多公司的市场部都强，还不用发工资，堪称当代互联网的活雷锋。数据更是疯得不像话。某个社交平台谢雀山这个话题，几个小时浏览量干到240万，下午直接冲破2200万。另一个短视频平台播放量1天之内飙到9000万，这都不是火箭了，这是直接在屁股后面绑了个曲率引擎。最离谱的是一个叫番茄的平台，热搜榜第1，后面跟了个数字2万亿。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第一反应是我的手机坏了，或者是他们的程序员多打了一串零。2万亿是什么单位？是欢乐豆吗？我看财经新闻都没见过这么野的数字。我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个十百千万，确认了这单位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感谢谭健次，让我贫瘠的金融知识库里又多了一个平时用不上的计量单位。这事儿好玩就好玩在这里。何不同舟渡这个原著小说，说实话在他自己的圈子里算是个精品，文笔不错，但你要说他是能引爆全网的顶级大 IP， 那纯属扯淡。在网文那个血海里，他连榜单前排的味儿都闻不太到，名气远不如那些动不动就重生复仇、霸总缠绵的头部作品。他就是个圈地自萌的小确幸，结果谭健次这哥们儿一官宣，直接把这小确幸炸成了巨型核裂变。小说评论区一夜之间被小炭火谭健次粉丝名占领，热度直接断层第1。这叫什么？这就叫人带 IP， 而不是 IP 带人。过去影视圈的逻辑是找个大 IP， 因为它有现成的粉丝基础，风险低。现在逻辑变了，对于某些演员来说，他本人就是那个最大的 IP。 剧本好不好是锦上添花，他来不来演是能不能从地基盖到大气层的关键。剧方甚至搞了个开机战报，昭告天下我们这数据有多牛。我活这么大第一次听说开机还能有战报的，我还以为他们要出征讨伐董卓呢。这就是典型的，当一个资产的确定性高到一定程度，市场就会给他一个不理性的溢价。谭健次就是那个行走的、穿着古装的、具备超强确定性的优质资产。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值钱的东西，叫做故事感。10年前，这哥们儿也是在横店，一个人搬着小板凳，眼巴巴地等着一个18线开外的小角色，跟那些成千上万的横漂没什么两样。10年后，他成了大男主。开机仪式那天，几万人把横店影视城堵得水泄不通。据说场面之盛大，是横店有史以来头一遭，连横店官方都出来盖章认证，史无前例。这种10年引兵、忠诚角色的剧本，比任何小说都带劲。观众，尤其是粉丝，消费的不仅仅是他的颜值和演技，更是在消费这个励志故事。他们的每一次应援，每一次打榜，都像是在给自己投资的这只潜力股追加信念。当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眼眶泛红，说受宠若惊的时候，这个商业闭环就完美达成了。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演员，
它成了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承载了无数人努力终有回报的梦想投射。这种情感链接是花多少钱做营销都买不来的。所以你看，路透图里他穿着一身白衣站在雪地里，粉丝们就疯了，说这是清冷金贵；换一身黑衣，粉丝们又疯了，说这是狠戾权臣。这种解读能力，这种自带滤镜的观看模式，就是他10年沉淀换来的品牌护城河。他的每一个眼神都被解读为藏着故事，他病弱的设定被看作是位高权重的破碎感。说白了，他已经成功的将自己的个人品牌和角色魅力深度绑定。观众看谢雀山，其实是在看谭健次扮演的谢雀山。这个前缀才是流量的真正密码。当一个演员能做到这一步，他就从一个被挑选的商品变成了一个能为整个项目赋能的平台。他不再需要依赖 IP， 他本身就能创造 IP。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当你弱的时候，没人拿你当回事儿；当你强到能自带流量、自带故事、自带一个纪律严明、战斗力爆表的粉丝军团时，整个产业链都会为你开绿灯。开机可以有战报，凌晨化妆可以有几千万人围观，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字后面可以加上万亿做单位。这一切看起来很魔幻，但本质上是市场对稀缺资源的疯狂追捧。在如今这个烂剧横行、AI 都能写剧本的时代，一个能把角色演活，能让观众产生强烈情感共鸣，并且能将这种共鸣转化为实打实数据的演员，就是那个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别光看那5000万人熬夜看帅哥的热闹了，这背后是一场长达10年的价值投资，终于迎来了它的暴力拉升。而我们都只是在见证一个商业奇迹的诞生，顺便为这该死的好看的魔法贡献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点击率。